管理的效能 The Effective Executive 是彼得·德鲁克 Peter Drucker 于1967年出版的一本经典管理书籍，强调了有效管理者应该具备的关键特征和技能。以下是书中的一些重点。目标的明确性，德鲁克强调，管理者首先必须明确自己的职责和组织的目标，这包括了明确工作任务、优先事项和期望结果，以确保工作是有方向的。时间管理，书中提到了有效的时间管理，包括如何合理安排时间，避免时间浪费，以及如何集中精力完成最重要的任务。时间管理是成功管理者的关键技能之一。决策能力，德鲁克认为，管理者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做出决策。他讨论了如何制定明智的决策，包括如何收集信息、权衡利弊、考虑长期后果等。有效的执行，书中强调了管理者必须能够将决策付诸实践，并监督工作的进展，这包括了建立有效的沟通、分配任务、建立绩效标准等。自我管理，德鲁克认为管理者需要有自律和自我管理的能力。他强调了管理者需要关注自己的强项，了解自己的工作风格，并在这个基础上提高工作效率。有效团队管理，书中还讨论了如何有效地管理团队和员工，这包括了激励员工、培养领导能力、建立合作关系等。持续学习，德鲁克认为管理者应该保持持续学习的态度，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和新的管理方法。总的来说，管理的效能强调了管理者应该具备的能力，包括目标设定、时间管理、决策能力、执行力、自我管理和团队管理等。这些原则仍然被广泛认可，并在现代管理实践中得到应用。在管理的效能中，明确的目标是管理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以下是有关目标的明确性的详细描述。定义明确的目标，德鲁克强调，管理者首先必须明确自己的工作任务和组织的目标，这包括确保每个员工都明白他们的具体职责，以及组织的使命和愿景。这些目标必须是清晰、明确和具体的，以便每个人都能理解并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优先事项，明确的目标也包括了确定工作的优先事项。管理者需要识别出哪些任务对于实现目标最为重要，然后将时间和资源集中在这些关键任务上。这有助于防止分散注意力和资源，确保高价值的工作得到优先处理。期望结果，管理者需要明确规定所期望的结果，这意味着不仅要知道要做什么，还要知道最终的成功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明确的期望结果有助于设定绩效标准，使管理者和团队能够测量工作的进展和成功程度。与实际情况相符，目标的明确性还要求确保目标与实际情况相符。这意味着目标必须考虑到组织的资源、能力和外部环境的因素。不切实际的目标可能导致失望和挫折，而明智的设定目标可以激发员工的动力。沟通和共享目标，明确的目标需要在整个组织中广泛传达和分享。管理者应该确保员工明白他们的工作如何与整体目标相关联，以便激发他们的投入和承担责任。此外，沟通也有助于协调工作，确保各个部门和团队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定期审查和调整，明确的目标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需要定期审查和可能的调整。管理者应该持续监测进展，根据变化的情况调整目标，
确保它们仍然是有意义的和可行的。总之，目标的明确性是管理者成功的基础，它有助于组织内外的人员理解工作任务，使工作有方向，最终实现组织的愿景和目标。这一原则对于管理者在日常工作中的决策和行动至关重要。管理的效能中强调了时间管理作为成功管理者的关键技能。以下是关于时间管理的详细描述。设定优先事项。时间管理的核心是识别和设定优先事项。管理者应该明智地选择那些最重要的任务，并将时间和资源集中在这些任务上。这意味着需要分辨出紧急但不重要的事物和重要但不紧急的事物，以便有效地分配时间。制定计划。时间管理包括制定计划，以确保任务按时完成。这可以包括制定每日、每周或每月的工作计划，列出任务和截止日期。计划可以帮助管理者保持组织和控制，减少工作的压力，避免时间浪费。时间是有限的资源，因此管理者应该避免浪费时间。这包括减少会议的数量和时长，防止无关紧要的工作干扰，以及避免过度处理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时间的有效管理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集中精力。时间管理也涉及到如何集中精力。管理者应该学会专注于一项任务，避免分散注意力。这可能需要创造一个没有干扰的工作环境，学会拒绝不必要的会议或请求，以便能够深入集中地处理工作。委派任务。时间管理还包括委派任务给团队成员。管理者不应该试图做所有事情，而应该将任务分配给适当的人员，并信任他们能够完成任务。这有助于节省管理者的时间，同时提高团队成员的承担责任感。定期审视和调整。时间管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定期审视和调整。管理者应该评估他们的时间管理策略的有效性，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这可以帮助管理者不断改进他们的时间利用效率。学会说不。一个成功的时间管理者必须学会拒绝那些与主要目标不相关的请求和任务，这需要坚定的决心和能力，以保护自己的时间，确保关注重要事务。总之，时间管理是成功管理者的关键技能，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压力和确保任务按时完成。这些原则可以帮助管理者更好地组织工作，更有效地分配时间，并在日常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果。在管理的效能中，决策能力是被强调的重要方面。以下是关于决策能力的详细描述。信息收集。决策的第一步是收集必要的信息。管理者需要寻找相关数据、事实和信息，以便能够做出明智的决策。这可能涉及查阅文档、咨询专家、收集市场研究数据等。权衡利弊。一项有效的决策需要权衡不同选择之间的利弊。管理者应该仔细考虑每个决策选项的优势和劣势，以便能够预测可能的后果。长期考虑。决策不仅关注眼前，还要考虑长期后果。管理者应该思考决策对组织未来的影响，以确保所做出的选择符合长期战略目标。风险管理。决策涉及风险，管理者需要考虑潜在风险，并采取适当的风险管理措施。这可能包括规划应对风险的策略，确保组织能够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参与和讨论。在决策过程中，管理者可能需要与团队成员、
同事或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讨论和参与。共享决策可以带来更全面的观点和支持，有助于做出更好的决策。快速决策和迅速执行。有时，决策需要快速做出，特别是在应对紧急情况时，管理者需要在有限时间内做出决策，并立即执行。这需要果断性和紧急处理能力。反馈和学习。一旦决策实施，管理者应该不断跟踪和评估结果，并根据反馈信息进行调整。这有助于不断改进决策能力，以便未来能够更好地应对类似情况。伦理和道德考虑。在决策中，管理者需要考虑伦理和道德因素。决策应该与组织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相一致，避免违反道德准则。总之，决策能力是管理者成功的关键。它需要有效的信息管理、权衡和风险管理能力，以及对长期战略和伦理考虑的敏感性。管理者的决策对组织的成功和发展至关重要，因此需要不断提高决策能力。这些原则可以帮助管理者更好地应对各种决策挑战。在管理的效能中，有效的执行是管理者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以下是有关有效的执行的详细描述。计划的具体化。一项决策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需要具体化为可执行的行动计划。管理者需要将决策转化为具体的任务、时间表和责任人，以便清楚地定义实施步骤，建立绩效标准。为了确保有效执行，管理者需要建立明确的绩效标准。这些标准用于衡量工作的进展和成功，确保团队朝着预期的方向前进。资源分配。执行决策通常需要分配适当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资金、时间和设备。管理者需要确保资源得以合理分配，以支持决策的执行。建立责任和 accountability。每个任务需要明确定义的责任人，这有助于确保任务的执行。责任人需要了解他们的角色和任务，并对任务的完成负有责任。有效的沟通。沟通是确保执行成功的关键。管理者需要与团队成员、上级、同事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保持有效的沟通，这包括分享信息、更新进展、解决问题和提供支持。监督和跟踪。管理者需要监督工作的进展，确保任务按计划执行。这可能涉及到定期的进展报告、会议和跟踪工具的使用。变更管理。有时，决策的执行可能需要适应变化的情况，管理者需要具备变更管理的能力，能够调整计划和资源分配，以应对新情况。反馈和学习。反馈是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部分，管理者应该接受反馈信息，根据反馈对执行过程进行调整和改进，这有助于确保未来的决策和执行能力得到提高。奖励和认可。管理者可以使用奖励和认可来激励团队成员，以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决策的执行。这可以包括奖金、晋升、表扬等。总之，有效的执行是管理者成功的关键。它需要计划、资源管理、沟通、监督和反馈等多个方面的技能和过程。管理者需要确保决策不仅停留在纸面上，而是真正的转化为实际行动，以实现组织的目标和愿景。这些原则有助于确保执行的高效性和成功性。在管理的效能中，自我管理是管理者必备的关键技能之一。
以下是关于自我管理的详细描述。自我意识。自我管理始于自我意识。管理者需要了解自己的优点和弱点，了解自己的价值观和职业目标，这有助于建立自信，同时也有助于更好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和任务。目标设定。管理者应该设定明确的职业和个人目标，这些目标可以帮助管理者明确自己的方向，从而更容易做出决策并衡量成功。时间管理。自我管理包括了有效的时间管理。管理者需要合理规划工作时间，设定任务优先级，避免时间浪费，确保任务按时完成。自我纪律。自我管理需要自我纪律。管理者需要培养良好的工作习惯，包括坚守计划、遵守时间表、避免拖延等，这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自我激励。管理者需要具备自我激励的能力。自我激励可以帮助管理者克服困难，保持动力，甚至在逆境中继续前进。学习和发展。自我管理包括不断学习和个人发展。管理者应该持续学习新的技能和知识，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情绪管理。管理者需要学会管理情绪。情绪稳定和情商高的管理者更容易处理压力，解决冲突，并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自我反思。自我管理也需要自我反思。管理者应该定期审视自己的工作表现，识别需要改进的领域，并采取措施进行自我改进。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管理者需要平衡工作与生活。自我管理包括了保持身心健康，维护家庭和社交生活的重要性，以避免过度工作和疲惫。建立自信和领导力。自我管理有助于建立自信和领导力。管理者自己的表现和自我管理方式会影响团队成员的信任和效能。总之，自我管理是成功管理者的关键特征，它有助于管理者更好地组织自己的工作，提高效率，保持动力，同时也有助于发展领导能力。这些原则对于管理者在职业生涯中的成功非常重要。在管理的效能中，有效团队管理被视为成功管理者的关键要素。以下是有关有效团队管理的详细描述。明确团队目标。管理者需要明确定义团队的目标和使命，这有助于团队成员了解他们的工作如何贡献到整个组织的成功，并确保每个人都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团队建设。团队建设是团队管理的基础。管理者需要创建一个具有积极工作氛围的团队，鼓励协作、沟通和相互尊重。这可以通过团队建设活动、培训和沟通促进。任务分配和协调。管理者需要分配任务给团队成员，确保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职责，并协调工作以确保任务的顺利执行。这可能需要制定明确的工作流程和时间表。激励与激励。管理者需要激励团队成员，鼓励他们发挥最佳水平，这可以通过奖励、认可、培训和提供发展机会来实现。激励有助于提高团队的绩效。问题解决和冲突管理。在团队中，问题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管理者需要具备问题解决和冲突管理的能力，以便快速有效地解决团队内部问题，并确保和谐的工作环境。有效的沟通。团队管理依赖于有效的沟通。管理者需要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以便团队成员能够分享信息、想法和反馈。
良好的沟通有助于协调工作和避免误解。团队发展，管理者应该投资时间和资源在团队的发展上，这包括培训、提供机会学习和职业发展，以提高团队成员的能力和职业满意度。绩效评估和反馈，管理者需要进行定期的绩效评估，提供反馈和指导，以帮助团队成员改进工作，这有助于确保团队朝着设定的目标前进。适应性，团队管理也需要适应变化的能力，管理者应该灵活地调整团队的策略和方向，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和要求。领导榜样，管理者是团队的领导榜样，他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对团队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需要以积极的方式展示领导力和职业道德。总之，有效团队管理是管理者成功的关键。管理者需要创造有益的工作环境，鼓励合作和创新，以确保团队能够实现其目标。这些原则有助于提高团队绩效、员工满意度和组织的成功。在管理的效能中，持续学习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原则，对于管理者的成功至关重要。以下是有关持续学习的详细描述。自我改进，持续学习强调管理者不断寻求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知识。管理者应该始终保持一种积极的学习态度，愿意不断改进自己的职业技能和领导能力。跟踪行业趋势，管理者应该关注自己所在行业的趋势和变化，这包括新技术、市场动态、竞争情况等方面的了解。持续学习帮助管理者保持对行业的敏感性，并做出适时的调整。寻求反馈，管理者应该主动寻求反馈，了解自己的强项和改进的领域，这可以通过与同事、上级和下属的定期交流来实现。学习新技能，随着技术和市场的不断发展，管理者需要学习新的技能和工具，这可能包括数字技术、数据分析、沟通技巧等方面的学习。培训和发展，管理者可以通过参加培训、研讨会、工作坊等活动来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这些培训机会可以帮助管理者掌握新的概念和方法。阅读和研究，管理者可以通过阅读书籍、学术研究和行业报告来扩展知识。阅读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有助于管理者获取新的见解和知识。实践经验，持续学习也包括从实践经验中学习。管理者应该不断尝试新的方法和战略，并从成功和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分享知识，管理者可以通过分享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来巩固学习。教授和分享对其他人也是一种学习方式，有助于管理者巩固自己的理解。设定学习目标，管理者可以设定明确的学习目标，包括短期和长期目标，这有助于管理者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以满足职业发展需求。适应变化，持续学习是适应变化的关键。管理者应该持续学习以适应新的挑战、技术和工作环境的变化。总之，持续学习是管理者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管理者不断提高自己的绩效，适应变化的环境，保持职业竞争力，以及更好地实现组织的目标。这一原则强调，学习不仅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生活方式。